原本浴室瓷砖还没上漆前，整间都是旧旧的，不会特别注意到毛巾杆。现在浴室跟马桶翻新后，老旧的毛巾杆突然变得很突兀，也让我注意到这里的毛巾杆还蛮长的，而且还装了2只。不过这个问题好处理，换只新的就能解决。没办法，脑袋已经被不修理直接换新的潮流洗脑太深。后来念头一转，连浴室马桶都可以刷漆翻新了，区2根毛巾杆，怎么没想到涂个漆就好啦？而且相对容易多了，又可以环保减碳减少垃圾。要把毛巾杆喷漆不难，要伤脑筋的地方是什么颜色能搭配这个浴室的风格跟色调？你觉得什么颜色的毛巾杆放在这间浴室里会好看呢？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就能知道最后到底选了什么颜色了。40年的毛巾杆，固定墙面的螺丝几经卡死，不好拆下来，而且拆下来也不一定装得回去，所以就这样做好遮蔽工作后，直接进行喷涂就好了。用遮蔽胶带跟报纸把不想喷到的地方保护好。毛巾杆在潮湿的浴室这么多年，早就氧化严重，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。这部分也需要先处理一下，用砂纸磨一磨，让表面平滑一点，这样喷完漆会比较漂亮。一边磨一边拿吸尘器把扬起的粉尘吸干净。自己 DIY 也要注意身体健康，不过用手工打磨效果有限。如果用电动工具，应该会磨得更平滑、更漂亮。现在保护工作跟打磨都做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期待已久的喷漆作业。最后选了黄金色的恐龙喷漆，我想用金黄色的毛巾杆为浴室点缀出些许华丽尊贵的氛围。因为毛巾杆的面积不大，相信喷上高调的黄金色也不会太过抢眼。决定好颜色，我们就开始来对毛巾杆喷漆看看吧。其实我也没把握最后结果会不会成功，不过就算结果不好看，大不了就换新毛巾杆而已，问题不大。虽然做好了保护，但是喷的时候还是要小心，额外拿个纸垫一下无法保护到的地方。喷漆不难，把握好适当距离后按下喷嘴，就能够替物品上漆，比起用油漆刷相对比较轻松。只是用这种一次性的喷漆有环保问题，所以我只拿来用在小范围的上漆使用。把握薄喷多层，不要一次按太久，也不要在同一点停留过久，就不会造成流鼻涕的现象。除了边边角角需要多花点时间外，很快2只毛巾杆都喷上了一层油漆。喷完第一道漆后，用水砂纸把喷漆表面凹凸不平的地方打磨一遍，再喷第2道漆会更漂亮。理论上是这样没错，不过我们 DIY 组手艺可能没那么好，对于成品要求也没那么高，所以要不要加这一道工序就看大家自己评估喽。简单打磨好了，开始喷上第2层黄金喷漆。跟喷第一次一样，记得要薄喷多层，小心不要喷到不想喷到的地方即可。角度的关系喷不到毛巾杆背面，现在转过来继续喷上金漆。然后把一些小地方补个漆。很快金黄色漂亮的新毛巾杆就呈现在眼前，这个颜色还真的蛮漂亮的。喷漆喷到一半，下午的太阳光线刚好照射进来，让漂浮在空气中的残余喷漆闪闪发亮，就像是有无数的金箔在空气中起舞。画面虽然漂亮，不过这些小金漆要是吸进肺里可就不好了。这提醒了我们喷漆时
记得口罩要戴好，还有通风也要做好。等喷漆干了，就可以把遮蔽报纸跟遮蔽胶带拆下来。很快我们就能看到黄金色毛巾杆跟浴室的颜色搭配起来，效果怎么样？继续拆另一边。黄金色本身就很吸睛，搭配白色与亚马逊绿2种颜色的瓷砖，加上刻意保留的腰带花砖，立刻散发出一种中产奢华的尊贵感。这次选用黄金喷漆还真是选对了，让旧毛巾杆颜值瞬间拉满，对整间浴室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最后呈现出来的整体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DIY 的辛苦完全值得了。